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强运要来了，你的哪一方面要起飞了呢？好，首先呢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态哦。哇，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啊，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放松的阶段哦。你以前呢，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很焦虑，比如说有成功焦虑，有容貌焦虑，或是觉得说自己要活成某一个社会期待的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啊，好像有一种就是过去很多的焦虑都放下了的感觉。所以呢就像这张牌一样，这个女孩她坐在秋千上，然后很轻松的依照她自己的步调，依照他自己的节奏去荡这个秋千哦。你们开始把一些不重要的琐事抛诸在脑后，你会觉得说外面的人在吵什么争什么，其实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宁愿去看我喜欢的剧，或者是说研究哪一家的咸酥鸡比较好吃，或者是说你不想要再去进行那个所谓看起来很高大上，但其实很让人心累的一些社交场合哦。同时你们有一种我自己的人生我做主的从容感，因为你会觉得生命当中真正让你感动的事情其实不是要爬到一个多高的位置，可能反而是这个风吹过樱花的瞬间，或者是说你看到了一个很美丽的景色，或者是被这种人世间的一个温暖所感动。这组朋友你们其实不喜欢那种很竞争的环境，反而呢你想要让自己就是怎么样过得很开心，或是过得很舒服哦。还有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也是一个心里充满爱的人哦。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随口跟你说他想要吃某样东西的话，其实你会放在心上，然后下次比如说路过那间店，或是看到他喜欢吃的东西，你就会顺手帮他买回来。你们也没有很大张旗鼓的去炫耀你的功劳，说你看我帮你做了什么。我觉得你们就是那种会让人感觉到很温暖的人，或者是说呢，你在看影片的时候啊，或者是说看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做了一件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你们就会莫名的觉得眼眶红了，热泪盈眶了，可能会想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感动的人哦。你们对于人世间的一些这种情怀，或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非常成功或是非常厉害赚非常多钱的人，而是你希望你在这个人世间可以尽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你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够跟你有很好的连结，或者是说你在其他人的身边是一个可以让别人安心的存在。我觉得你们很特别的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哦。有些人可能很成功很厉害，但是呢在他旁边你会很紧张，或者说觉得手足无措。可是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就是不一样，有你在的地方啊，气氛就是不一样，别人都想要往你这边靠近，因为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开心的，是安全的，是舒服的，可以说真话的，不用表演的。也许第一组朋友你们自己感觉不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你只是觉得你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此而已。但是其实对周遭的人来说，你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非常温暖的存在哦。那这里还有一个验证，就是这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走过一段比较这种好像是卡住的时期哦。这个卡住就是你明明很努力，但是努力了那么久，最后好像发现自己怎么像是在跑步机上面原地踏步，这么多的努力怎么都没有前进呢？或者是好像力气用错了方向，越努力越辛苦。可能有一阵子你会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少了什么。但是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还是持续着靠着你一直以来的本能，继续的去关心身边的人，或者说继续做着那些你觉得应该要做的小事。这一组的朋友你可能觉得你只是在活着，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特别的存在的方式。你们一直给人这种安心感，一直给人那种温暖。你们的出现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说这个世界有你在真好，这个世界因为出现了你好像没有这么困难。所以你们其实是很多人心中会被好好惦记着的人。对于某些人来说你的出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这张牌也告诉大家接下来你们可以把心里悬着的事情放下了，接下来你们可以完全的放松了。好，这个是第一张验证牌。第二张是 energy。 这张牌呢在说你们内心有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这种直觉力，就是你只要，虽然你平常看起来有点懒懒的，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发呆，但是呢你只要进入到或者说接近你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眼睛瞬间发光，整个人就像插了电一样，你可以熬夜不睡觉也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哦。那这杯咖啡上有一个爱心拉花，代表说其实驱动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背后不是恐惧，也不是压力，而是爱跟兴趣。你们不再为了钱或是名声去勉强自己，你可能只选择做自己觉得开心或是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张验证牌也验证了你们即将有的一个转变，就是你会发现你更有力量去照顾身边的人了，因为你先把你自己的能量给补满了。
多出来的这个电力啊，自然会满溢出来，让身边的人，让身边的朋友也感觉到，你们是非常有能量可以去分享的。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有一种外柔内刚的感觉。外在啊，好像在樱花树下荡秋千一样随性，但是内在呢，碰到喜欢的事情，讲到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充满干劲、充满能量的。好，以上啊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们的状况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进入到解牌的部分呢，我们第一张牌是恩典哇，这张牌讲的是这个树林里面的智慧女神这个智慧女神啊，旁边啊有一个打开的宝箱，这个宝箱透出红色的光那整片森林是一个深绿色的感觉，那这个女神啊，她就站在这里，好像等着你走进这片森林这张牌在说什么？在说其实啊，你们这波强运的来源就是大家之前给出去的温暖，现在要开始回来了，而且它并不是一点一点回来，而是一大波的回来有些朋友你最近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感觉到了某件事情的走向突然变顺了，或是某个人对你的态度有一些改变，或是某一些机会好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让你觉得真是措手不及。这个呢就是恩典，这个是大家过去长期累积的善意跟付出，接下来会以一个你可能没有预料到的形式跟方式回到你的生命那大家知道这个恩典啊，跟普通的好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普通的好运它可能是随机的，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但是恩典它是有来源的，它是你种下去的，所以呢，它回来的时候它是长期的，它是稳定的，它不是这种一阵一阵的，它是真的可以长久持续的供应的。所以你们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些好事都不是昙花一现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宝箱，它是打开着的，代表说其实好运就在你身边，好运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只是有些朋友你可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在找一个比如说更大更闪亮的东西，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你不敢走入这片森林但其实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经历了前面2张的验证牌，你们现在的状态啊，其实是可以接住好事的。看一下这个宝箱里它透出来的红光啊，它代表的是生命力，是热情，它是一种很真实的从心里而来的能量。也就是说发生的这个好事，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打从心底快乐起来的东西。好，这个智慧女神她站在大树旁边，这个树一看就是很有年纪了，它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所以呢，你们接下来要承接的这个强运啊，它也是有根基的，它不是这种一时的泡沫，一时的风光而已，它是可以真的让你站稳脚跟的。比如说呢，一段关系它会进入到一个更稳更真实的阶段，或者是说投资，或是一份事业，或是一份工作，或是某一个考试，你之前可能一直都在打基础，现在这个基础要开始长出果实了。也有可能是有些朋友你的某一个才能或是特质被对的人看见，然后呢带来了你没有预期到的机会。那不管是哪一种好运啊，这一张恩典牌都想告诉你，那个东西是真的，你可以放心的去接住它。还有这张牌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就是说你们并不需要很努力的去抓，努力的去抢，因为你过去已经付出够了，所以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再去用一个很争夺的方式来抢这个好运。这个智慧女神她会带领你走进这片森林，那这个饱和的光啊，它也自然而然的会照进你的生活。你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态里，那样子你才能够看见这个光，接得住这个礼物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疗愈，这张牌讲的是熊灵，熊的灵在雪地里面呢，有一个女人，她站在这个大熊的身后，雪花呢在四周飘散，她的眼神是平静的，这只熊的眼神也是平静的。
那他们在一起啊，其实讲的是一个最深层的疗愈的力量哦。熊它会冬眠，并不是因为它软弱，而是因为它知道有一些力量需要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够重新长回来。比如说等到春天来了，当这个东西修复好的时候，它会长得比以前更加的强壮。所以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以为你只是在过日子，在休息哦，但其实你的内在一直在修复，一直在成长，只是你可能没有立刻的感觉到。好，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说，有一件让你心里烦恼很久的事情啊，它要解决了，它要解开了，你不需要硬去把它搬开，而是这件事情自然而然会松开，自然有方法去解决，水到渠成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某一件事情可能让你烦恼了很久，让你痛了很久，某一天你们会发现，突然那个东西它再也没有办法刺伤你了。你不知道是哪一天开始你就没有感觉了，或者就不痛了，但是它就是确确实实的好了。这张牌的好运就是想讲这个，就是讲说大家你们心里还没有放下的某一个人事物，或者某一个伤痕，它快要好了。那在这个雪景里面呢，它是很白很安静的。这个女人呢，她在这种冬天，她接受寒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这个寒冷是暂时的，春天一定会来。所以呢，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安静的时期很重要，它是一个积蓄力量跟滋养自己的一个过程哦。在这个平静跟安静的底下，有很多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整合，慢慢的长好。等它修复好，等它长好之后，你会发现你们比以前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当大家的状态好了，你的运就更加的来了。这个讲的是一个频率哦，你们会感觉到你整个能量场真的不一样了。你走进一个房间之后，整个房间的气氛都不一样了。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也感受得到你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然后你很多的机会就来了，别人看你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张牌的好运是不止你心里的伤好了，在你整个人的状态好起来之后，外在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好，这只熊啊，它也是一个守护的象征，它陪伴在这个女人的身边哦，它不是要控制她，而是要保护她。也就是说，这组朋友，你们现在是被保护的，你们并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段路哦。不管呢，是你相信的某一个更高的力量在保护你，还是你在生命中真的有一个真心去在乎你的人，他在保护你，有人在你的旁边哦，他想要去确保你可以安静的走过这段疗愈的过程。所以这组朋友看见你们是被支持的。好，哇，这一张牌水晶的洞穴，这张牌讲的是信任哦。有一个女巫啊，她坐在洞穴里面，前面有一颗发光的绿色的水晶球哦，那旁边还有紫水晶跟橙色的水晶。好，她的手捧着这个水晶球，慢慢的眼睛往下看，她其实正在聆听水晶球给她的一个讯息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哇，你们一直在等的某一个讯号已经来了，它已经在你心里了，在你心里那个轻轻的声音，那个清楚的感觉，它是准的，你们可以相信它。好，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其实你渐渐的会形成一个你自己的，比如说投资哲学，或是对某些人某些事情的一个确定的想法，或是一个架构。对于某一个问题，你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这组朋友啊，你们不需要再等别人的确认了，因为今天在看到这张牌的时候，其实宇宙就已经告诉你很多的答案，你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再等了。那水晶洞穴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因为洞穴它本身是暗的，
但是这个洞穴里它现在是有光着，这个光是从水晶里面发出来的，它不是从外面照进来的。紫水晶代表着直觉跟智慧，橙色水晶呢代表创造力跟行动力，那绿色的发光的水晶呢，它代表的是丰盛跟机会，它就在你们手边，你们不需要往远处去寻找，它就在这里。所以呢，你要的那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远，你的直觉一直在指引你正确的方向，你只需要往那个方向然后走过去，你就会看见你想要的那一切。好，再看一下这边呢，有一只孔雀在洞穴上方，孔雀代表的是自信跟显化，孔雀在看着大家，就想要告诉大家说，真的，你看到的是真的，你的直觉是真的，你感觉到的是真的，而且你要相信你是可以看见未来的可能性的。这张牌啊，真的是一个很直接的讯息哦。你们到底能不能够信任你自己呢？只要你跨过这个信任的门槛哦，接下来所有的好事都会一个接一个的落地。好，我们看到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 Co-Create， 共同的创造。哇，这张牌的画面很特别哦，有一只豹，它坐在一个很像古典式的这个建筑的顶端哦，然后另外一只猫头鹰啊，它站在电线上。这个豹跟猫头鹰，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它们不是同类，但是它们在同一个画面里，各自有各自的力量。那整张牌啊，上方还挂着一些庆典的旗帜，所以它很像是某一种盛典开始之前的一个样子。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它在讲一个非常具体的好消息哦。你们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或是说有一个人要来，有一个机会要来，让你的东西，或者说你的才华、你的专业被更多人看见。有人跟你站在同一个方向，有人去支持你，有人做你也想要做的事情，或是有人要把你的东西去扩大、去扩散到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哦。大家看一下猎豹跟猫头鹰哦，一个是有速度、行动力跟精准的直觉，另外一个呢有眼光，或是能够看透全局的智慧，在黑暗中也能够找到方向哦，这个是猫头鹰的特质。所以他们两个是有完全不同的特质，但是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能够互补，他们放在一起就能够做到各自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即将要遇到的这种合作的关系啊，对方有你没有的东西，你也有对方没有的东西，你们加在一起就是强强联手，就是一个很强的组合哦。这个合作可能是事业上的，比如说呢，有人可能来找你说，我想跟你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们一起把某一个作品做出来，或是一起创业，这个东西的影响力超过你原来去预期的，原来一个人做所能够达到的，可能是你的内容、你的作品、你的服务，因为这个合作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受众的群体，或者说进入到你之前进不去的一个圈子。那有可能是在感情上，有人跟你站在同一边，或者说他帮助你在一些你不会的地方他去补强，而在其他地方你是可以去引领他或者协助他的。这样子的感情啊，不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它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两个人真的可以往同一个方向走，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生活。然后看一下这个旗帜哦，这个庆典的旗帜，它不只是一个装饰而已，它是结果。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合作它是有好结果的，它是值得庆祝的，它不是一种虎头蛇尾的尝试，它是一个真的可以让大家幸福跟突破的合作。所以这张牌的好运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人要来了，你们一起合作的事情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好。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修复。哇，这张牌好可爱哦，有两个小仙子，他们好像面向天空哦，一起在织这个旗子，这个旗子是要挂在天空上的，一个人在拉线，然后一个人拿着这个旗子这张牌啊，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很温柔很安静的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完成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他在说有一件你以为已经结束的事情，或者是有一段你以为已经过去的关系，它正在被修复，
它正在被修好，而且修好之后呢，它会比以前更好。有些朋友啊，你之前可能经历过某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你觉得算了，我真的不想要再提了，过了就过了。但是呢，它可能最近又重新回到你的生活中，或是回到你的这种念头中，或是以一个不一样的方式靠近。可能是一段关系，你们之前曾经有过误会，或是有些距离，但是现在这个距离好像有一些变化，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靠近的方式、模式、互动可以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少了之前那些多余的不必要的摩擦。那也许是一个机会，你之前错失了，或是一个你本来觉得想要去尝试，或者说想要进入的，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个学校，或是一个工作产业，或是一个职位等等。那你之前没有抓住，或是一个梦想，你觉得说现在可能就算了，没有想到呢，现在它又出现了，而且这次的条件比上次还要好。或者是说某件事情啊，你之前对它有一点放弃，但是你现在又觉得我对它开始有感觉，这个热情又回来了。这张牌的好运的讯息在于，大家你们其实不需要从零开始，不需要从零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基础都还在，所有的连接都还在，所有的可能性都还在，它只需要被修一修，就像这两个仙子一样，他在挂旗帜，这个旗帜是庆典用的，是用来庆祝的，所以他们不是在修一个破掉的东西，让它勉强能够用，他们是在把一个本来就有潜力的东西，让它重新发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修复好的这件事情啊，会成为第一组朋友接下来你们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哦。还有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细节哦，它跟前面那个共同创造其实都有相同的意涵，就是这张牌是两个仙子一起在挂旗子，不是一个人在做，所以它延续了前一张牌的能量，有人会跟你一起，不是你一个人去完成的，有个人陪你一起把这个东西慢慢的修补好，然后呢在一起重新的庆祝，把它挂起来，让它亮起来。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是交换礼物。其实你看一下这三张牌，它都是不是一个单独的画面，它是一个互动的画面，我觉得非常符合第一组朋友的个性哦，因为你们就是喜欢跟人连接的那种温度跟温暖。好，最后一张牌翻开来，我们看到一下一个穿着这个芭蕾舞裙粉红色衣服的一个仙子哦，她从礼物盒里飞出来，她还戴着面具，旁边有一只小猫跟她互动哦，整个画面是粉粉的，很惊喜。也就是说这张牌有点像是我打开一个礼物，里面想的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很多人在交换礼物的时候最怕抽中一个很烂的礼物，或者是说一个好像人家随便把垃圾包装起来丢给你的一种感觉哦。但这张牌想跟你说，它是一个让你很开心的惊喜，而且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比如说你可能预期的是 A， 结果你得到的是 B， 然后你拿到这个 B 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这个 B 真的太棒了，比我原先想的 A 还要好，这个才是我真的想要的，或是我真正需要的。那交换礼物这个概念呢，他说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流动哦，就是你给出去的，对方也会给回来，而且它是一个对等的，是一个真心的概念哦。两边都觉得这个交换是非常值得的。那这个可以发生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事业上，有人认可你的价值，所以给你一笔钱，或者说给你一个你真的很想要的机会，或者说你的付出开始带来真实的可以看得见的回报。那有真实的这个比如说金钱或是物质或是什么东西落在大家的手上，那在感情上有人真的看见你的一个用心，然后他也好好的去对待你，好好的和你相处，所以它是一个对等的爱。那还有在生活中你投入的这种心力或是时间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在学习上，这个学习它就会开始给你一些真实的反馈，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值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张牌哦，
这个仙子啊，它是从盒子里面出来的嘛，它并不是被困在里面而是它是准备好要跳出来的。这个盒子是它起飞的地方，并不是困住它的地方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的强运啊，其实就是从你自己身上发出来的。某方面而言，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贵人。你的才华，你的温暖，你一直以来的付出，其实就是这个礼物盒里面装着的就是你。你们现在要飞出来啦，你们其实不需要去外面找那个礼物，因为你就是礼物本身。然后旁边这只小猫啊，仰着头看着你，眼睛充满了好奇跟惊喜。也就是说，别人看见你飞出来的时候，这个表情会很惊讶，说原来你是这样的，原来你有这个，原来你这么厉害，原来你会那个。也就是说，这种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去激发另外一方面的潜能以前呢，可能都用同样的模式在走，或是表现自己。现在啊，你们不同的面向要被激发出来，要被看到，而且这个展现出来的方式，对你自己来说啊，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对别人来说啊，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会想要充满好奇的去仰望你跟仰慕你的一个能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好，最后啊，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显化你的好运，或者是想要在人生中能够做出更清晰的决策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在灵性的领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强运来袭，你们在哪一方面要起飞咯？好，首先呢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对应一下你们有没有选到属于你们的能量好，首先呢你们选到这张牌是沙漏时间大家知道吗？沙漏啊，它有它自己的速度，一粒一粒的流下去，你没有办法催它快一点，然后也没有办法叫它慢一点。同时啊，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它不会停下来就算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它还是一直流。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在原地，但其实你一直都在走，一直都在累积只是说那个累积啊，还没有让你觉得大到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成就，或者是说它还没有来到一个临界点，让你觉得哇，这个是让你很惊艳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一组的朋友啊，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着急，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焦虑觉得说怎么属于我的这个丰盛，或是属于我的一个大翻篇还没有来到。可能呢，你也会强迫自己要正面思考，强迫自己要乐观，但是内心深处啊，还是忍不住会焦虑。好，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好运真的要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水快要烧开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沸腾，虽然这个锅盖还没有被顶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要听见那个声音了，这个水壶开始鸣叫的声音，也就是说那个热度已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的声音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一直期待的东西已经快要靠近你了，所以现在可能有一点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现在宇宙就是这个东风，就是你们的助力。好，这张牌呢，大家看一下，沙子在流动的时候，其实旁边呢有星光在闪。这个星光啊，它并不是装饰，而是他想要告诉你说，你在等待这段时间你花的这么多的青春岁月好，可能这么多年，它其实都不是白白过去的，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光的。在这个慢慢熬、慢慢蹲的时间里，你们其实累积了很多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都在，他们都是真实的，也都会在接下来成为你起飞的材料。还有呢，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我就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的焦虑跟急啊，就是内在这种焦躁不安，会转化成一种平静的笃定感。这个平静并不是放弃，也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信任。你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终于磨出来一种真正的从容。所以今天这张牌出现在这边，就是要告诉你，你想要的那个未来其实已经在路上了，而且它比你想的还要近。好，第二张牌是这个成长
这张牌啊，其实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有一棵树，它长得太高太快，把它原本保护它的这个温室的屋顶给顶破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目前可能遇到一个能力跟环境的错位，你们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池子太小，可能容不下大鱼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能力、眼界或是野心啊，已经远远超过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薪水或是生活圈哦。那这个温室它本来存在的是为了保护植物的嘛，但是在这张牌啊，温室变成了枷锁。所以如果你觉得目前的状况有一点很稳定，但是很闷，或者说生活虽然平平顺顺没有出大错，但是感觉灵魂好像要被困住了的话，这张牌其实就是给你们的验证的一个讯号哦。那同时也要提醒说，其实树木冲破玻璃它是会痛的，它是会发出巨大的声响的，代表说可能你们最近会经历一些不得不去做的改变，或是冒险，或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动，逼你离开你原本的环境。这一组的朋友啊，自己可以去想一想，会不会觉得说现在的生活模式有一点装不下你，或是容不下你？你现在是不是在渴望一种更高层级的自由？其实这个自由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外在的，像是温室一样的保护，你们还是想要去追求这样的自由哦。好，所以这两张牌加起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临界点。这组牌的能量其实非常的集中哦。我看见现有的环境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成长欲望，因为其实你们过去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的久，甚至你们心中啊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一切应该改变了，这一切应该要不一样了。或许你现在的生活很安逸，或许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们内心就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哦。因为你们真的就像这棵树一样，长得太高了，太茂盛了，高到要把保护你的这个温室给顶破了。原有的这个环境啊，你的生活圈，或者说你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可能别人看起来会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说有些朋友甚至是令人称羡的，但是呢你还是觉得很闷，并不是说你现在的环境很差，而是说你已经在这里学到你所能够学到的东西，你已经走到这个环境能带你走到的一个极限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地方你想要去看，你知道你还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只是现在这个框架它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个空间。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能量就是在说你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你们在哪一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好，这个是充满星星的夜晚哦。这一张牌翻开来是星夜有一个女人，她仰着头看着夜空哦，她的脸啊其实跟这一片星空是融在一起的，分不清楚说她是从哪里开始，星空又是从哪里开始。整张牌是深深的蓝色，很安静，很辽阔，是有一种说我们一个人站在户外，突然感觉到自己跟宇宙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其实很顺应前面那张牌，因为你们已经突破了小小的温室，你们已经到达了云层，现在你们跟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了，你们已经来到了不一样的一个高度了耶。接受出现在第一张牌，想说的事情是，有一件事情你们终于放下了，你真的想通了，你真的接受了，然后你整个人松开了，可能是你过去一直以为你放不下的东西，在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已经不再困扰你，已经不再影响你了。为什么这样子的状态很重要呢？因为过去你们一直放不下那个东西，它其实一直在占据你们的能量哦，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花了多少的思绪，花了多少的力气，花时间在想它，花时间在抵抗它，花时间在跟它纠缠。
但当你真的接受了，事情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这些力气、这些能量就释放出来，然后呢，他们会变成你起飞的燃料。所以这第一张牌啊，其实是所有好运的开端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女人啊，她仰望看着星空的样子，她并不是在哭，也不是在祈求什么，她的眼神里面其实有一种很深的平静。这个平静是属于第二组朋友你们独有的平静，这个平静是那种真的在生命中有经历过有故事的人，就是经历过高低起伏，经历过很多的人才有的这种眼神，才磨出来的这个平静，它并不是麻木，是一个真的接受了的平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独有的眼神哦。你可能不再跟心里的那个结去对抗了，你接受你所在的位置，接受了这个人的面貌，接受了事情的样子，然后你们就会跟那个更广阔的宇宙连在一起了。当你跟宇宙连在一起的时候，宇宙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宇宙的时机就是你的时机哦。说的具体一点，我觉得这个接受啊，它可能是有各种形式，比如说你接受了一段关系，就是走到这里。然后你真的放手了，你发现放手之后啊，你反而有空间去接住更好的东西。或是有些朋友啊，你接受了某件事情，它就是不是会按照你原来想的方式发生，然后你转了方向，你会发现，原来那个新的方向更好，更适合我。或者是说你就接受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不需要再变成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开始真正的去做自己，那有一些对的人跟对的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向你靠近。不管你们是哪一种接受，或是说这些都有，它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松开了，所以好运自然而然它能够进来哦。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下面这张牌很厉害哦，它是猫头鹰之灵哦，它代表的是智慧。这张牌代表说，你们即将拥有的一个能力啊，就是看穿表象的一个洞察力，它是来自更高层次的一个指引哦。因为我们之前呢，上一张牌嘛，大家已经跟宇宙整个融合在一起了，你接收到宇宙的智慧跟资源，现在啊，你接收到了来自高层次的一个指引。猫头鹰它带来了智慧，猫头鹰能够在黑夜里看清猎物，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即将拥有看穿幻象的能力。在接下来的这一波强运中，你们会非常的理智而且精准哦。这张牌也提醒大家过去啊，可能有些人会被表面的利润或是名声所蒙蔽，现在我们要好好运用宇宙给我们的这个智慧，还有你自己磨练出来的智慧，运用你的直觉去判断所有人事物的长远的价值哦。甚至你们身边会出现所谓的智者，或是更高层级的讯息去引导大家，所以请留意这些讯息哦。好，这张牌啊，有一个女生哦，穿着深红的长裙，她在一个我觉得很神秘的一个森林里，还充满着雾气。她背后其实有像蝴蝶一样的翅膀，她的头上则是一只巨大的猫头鹰。这个巨大的猫头鹰翅膀是完全张开的，在她的头顶飞翔，而且散发着光。这个女生她的表情非常的沉静，她在思考，但是这个思考她并不是焦虑的思考，而是很深层的、很从容的在思考。这张牌想说，当大家第一张牌放下了，第二张牌想要说，当你放下了之后，你看事情的眼光开始变了，我们开始看见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你开始理解一些以前不理解的事情，你们开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个就是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并不是说我考试去学来的，我是从书本学来的，它是你们自己走过这些弯路之后长出来的眼光，以及跟宇宙连接所得到的一个指引哦。好，猫头鹰它总是能够看得很清楚，你们现在就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你可能可以看见一个别人还没有看见的机会，或是说你
看见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背后真实的样貌，可能其他人还被表象所迷惑，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但是你已经看穿了。有些朋友你则是看穿了一整个局势的走向，别人还在观望，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你已经知道要怎么布局了。然后啊，这个蝴蝶的翅膀很重要，因为蝴蝶翅膀它说的是转化，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真的经历过蜕变了，你们不是还在茧的那个状态，你们已经出来了，翅膀已经长好了。那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呢，其实就是处于一个介于已知跟未知的地方，这个充满红色雾气的森林哦，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旧有的状态，旧有的框架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到来的这个过渡期。但是你们站在这个状态中，你们是很稳定的，因为你有智慧，你知道这个过渡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知道光就在雾的另外一端，所以呢，你们现在做的这些判断它是准确的，你心里对某个事情的感觉啊，那个对或是不对的直觉啊，它其实也是准确的，你们可以相信它。你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判别、去辨识什么是你们值得投入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什么人是真的对你好的，有些人其实只是在利用你的，所以大家你不需要再去怀疑自己的判断力。现在啊，你们的判断力就是你最强的武器。好，哇，我们下一张牌是春天的守护者，这张牌是启动的一个能量哦，它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转折点哦。好，春天的能量啊，它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某一个计划、某一个想法或是某一个事业啊，现在已经来到了启动的最佳的时期哦。它可能是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注入，让你本来卡住的、停住的事情突然动起来，而且这个动起来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进展，而是带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喷发，一切都会生机勃勃的去开展。这张牌很漂亮哦，春天的守护者，有一棵高大的树，这个树上还绑着彩带，这个彩带啊在风中飘，那树的周围有一些星光，有一些光点，地面上啊有黄色的小花，然后这里还有一只白色的天鹅，整个画面就是哇，春天来了，什么都要开始了的感觉，充满了光，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可能性。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有些东西现在启动了，不是快要启动，不是准备启动，是已经启动了。你可能感觉到了，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完全感觉到，但是这个开关确实已经被打开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彩色的丝带，它们在动，它们在风里飘，代表说其实所有的能量都开始流动了。以前可能是卡住的，以前可能是静止的，以前你可能用力，但是却没有感觉到回应，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有的能量都在流动，你发出去的这些力气开始有了回响，开始有了回应，开始有了结果。而春天呢，它说的是一个全新的周期的开始，并不是把旧的东西修补一下继续用，它是一个真的新的季节，新的生长，新的可能性。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地面上开出来的第一批黄色的花，它们是在春天一来临就迫不及待冒出来的花朵，代表说你们接下来发生的好事啊，它们真的是春天一到来，它就等不及要冒出来了。所以啊，你们的好事啊，是一整批一起来的，它不会只有零星的一个一个，它好像是时间到了，所有的好事就同时一起来到你身边，一起就像这个花朵，它们一起长出来，在同一个时间哦。那这一只白色天鹅也很重要，因为天鹅在灵性的象征里，它代表的是优雅，你们可以很优雅、很从容的进入到新的阶段。你们不需要挣扎，也不会感觉到痛苦，你自然而然就会很丝滑的滑进新的状态里面。所以呢，你们接下来这个启动啊，它并不是一种我要很用力才能够去达成的感觉，而是那种时间到了，条件对了，我们就自然而然进入到那个新的状态。
就像天儿滑进水里一样优雅自然，毫不费力。所以呢，这组朋友，我看见你们已经要进入到行动的时期了，所有的好事啊，就会在你眼前，就像花朵一样，咻一下就开花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哇，这张牌讲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幸运哦。为什么会有这张牌呢？这当然是宇宙的一个助攻，我觉得它是很多抽牌者都很想要抽到的一张梦寐以求的牌，因为它代表的是好运自己会来。当我们在前一张牌启动了行动之后啊，宇宙会以惊喜来回应大家，也就是说大家你们接下来会遇到对的人，会进入到对的场合，会接收到意料之外的好消息。这一种好消息，这种运气啊，一样哦，是因为你频率对了，宇宙自然而然的把礼物送到你手上，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顺遂。好，大家看一下哦，有一个小仙子，她抓着一株巨大的4叶幸运草，这个4叶幸运草像气球一样，把这个小仙子带着往上飞。那其实她自己的翅膀也在飞哦，所以呢，它有点像是2个力量加成，把你们冲上天空的感觉。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我们会遇到一个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想到，或是根本就没有想过，不是你计划中发生的好事，突然就出现了，让你觉得有点意外，但是绝对是非常开心的这种好运。可能你会说，哇，这件事情也太巧了吧，刚好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了一个对的人，或者是刚好发生了一件很对的事情，然后那个遇见改变了你接下来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张牌说的就是这种巧合，它其实不是一个巧合，它是你们累积了足够的能量之后，宇宙给你们的意外的礼物。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它只是一个运气，只是一个很巧的发生，但其实不是哦，这是宇宙要送给大家的礼物。所以呢，请大家以放松的姿态，以信任的姿态去接收接下来的意外之喜。我们不需要去追它，也不需要去抢夺它，你只要保持开放，它自然而然就会来找你。我们不需要太过用力，因为太过用力可能抓不住这个轻盈的好运。我们要放松，当我们足够放松，这个意外之喜它才会来到你的生命中。好，上一张牌啊是大运加持，但是呢，我们最后一张牌啊，它却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行为哦。这张牌啊，它的核心精神其实是源自于禅宗的一个隐喻哦。它提醒你说，即使我们开悟了，即使我们走好运了，但是我们日常的劳作依然不可以少。这个劳作就是你这个身体力行的一个去劳动，比如说我们去劈柴，我们去挑水，在开悟之后啊，劈柴、挑水、担水这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情啊，我们也是要持续的进行，因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哦。我们这波强运呢，要能够持久，就是要在平凡的日常中持续的修行，持续的沉淀，持续的维持纪律。所以呢，即使好运降临，我们也需要脚踏实地，我们要谦逊，我们仍然要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的专业的操守，继续专注在每一个细节哦，比如说准时的去产出，维持你的品质，或是继续去吸收新的知识等等的规律的去运行哦。这张牌其实是要来帮大家保护你的好运，不要因为心浮气躁，不要因为哇我一下子得到这么多丰盛而非常的骄傲，然后就做出一些让旁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哦。不要因为这种心浮气躁而让你的好运流失。好，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不管你接下来这个运势有多么的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就是那一些看起来很普通、
很日常的事情哦，其实才是真正把大家更扎深的东西。看这些扫帚啊，它其实是带有魔法丝带的。然后这个魔法丝带啊，你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普通嘛，但它其实是有魔力的。就是你每一天在做的事情啊，那些你觉得很普通、很平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它其实是有魔力的。它其实都在替你累积，都在替你的强运去打基础。大家看一下从拱门透出来的金色的光芒，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个门是开的，也就是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有出口的，是有光的。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光会越来越亮。然后呢，你们真的不需要去找一条特别神奇的捷径，因为你现在持续走的路就是对的。你继续做你做的事情，继续拼你的财，然后金色的光呢，它就会是你的终点。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其实这张牌啊，上面还挂着庆祝的旗帜，因为宇宙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整个日复一日的过程，它不是枯燥的，也不是痛苦的，它是值得庆祝的。所以呢，我们要做好每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哦。大家知道嘛，所有的关系跟友情，它不会永远都处在最亢奋的状态，它会经历平淡期。但是这个平淡时期啊，我们还是要持续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感情中牵牵手啊，一起共进晚餐啊，或是吃完饭去洗碗等等，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还是我们要持续的做，因为它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哦，就像修剪树木一样，修剪树木这个动作可能很平凡啊，比如说我们摘除枯枝啊，然后浇灌土壤，但它其实都是为了迎接日后的繁花盛开。所以呢，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等待宇宙去接手，这个是整个显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也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呢，如果大家想要更快速显化你的好运到来，或是帮助你在人生做出更清晰的决策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大家的最强运要来临了，会有什么样子的好事发生呢？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来看一下这一组牌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哦。哇，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牌看到就是一张很稳定的一个能量哦。Earth Spirit， 我们看到的是绿色的小精灵哦。好，它呢坐在一个巨大的布满青苔的岩石上，这张牌验证的就是一个稳定感的来临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哦，它的编号是14，好，1+4等于5，所以它是一个关于改变跟结构的数字哦。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过去啊，可能刚刚结束一个你觉得很混乱的一个局面。现在的你啊，更在乎的是对于现在跟未来的一个实质的掌控感。有些朋友，你可能在目前的阶段对于数字是比较敏感的，或者说你正在规划一些长期的资产布局，或是系统的理财计划，或是一些这种工程款项的进度等等的。这组的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精灵啊，绿色的精灵，它周围挂满了这个像果实一样发光的这个黄金的灯笼哦，它代表说你们的物质能量场已经被点亮了，而大家你们接下来承接的这个大运啊，它是能够去承载你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系统性的财富。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的心情啊，会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因为你们已经完全告别了过去那种迷茫啊、漂浮啊、心浮意乱的找不到方向的感觉，而是你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哪里，你心里有一种定力，就像这个小仙子一样，她坐在岩石上，她是不是很慌乱的，而是很轻松自在的跟蝴蝶在互动。所以呢，你们的能量也是这样子，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实质支撑的，是有巨石，是有大地做支撑的。那这个呢，代表着存款、房产，还有稳定的专业的技能，还有你们过去种下的种子啊，现在已经开始发光跟结果。
所以整个画面呢，告诉我说，你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实打实的努力上。这种运势它来的最长最久，因为它是有重量的。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之前就在想说，你要如何建固一个稳固的根基，让你自己还有你可能家人啊都有永远花不完的钱，然后都能够过得很幸福，长长久久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一个想法哦。那其实绿色它代表的是一个生长，代表说过去你在追寻这个最终的结果过程中，你也经历过很混乱的一个修剪期或是学习期，可能是一些旧的关系的断裂，或是职业生涯的转换。那你可能也去学了一些东西，有些是对你有帮助的，有些可能是诈骗，或是有些是不实的一个资讯等等的。好，但现在大家已经坐在这块巨石上了，你会发现你不再轻易的被外在的杂音干扰，而且呢，你会觉得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因为有的时候慢就是快，你心里已经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步调。比起这种听别人去说什么，一窝蜂去做什么，比起情绪，你们可能更在乎的是逻辑跟事实。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我觉得能够看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晰，这都源自于你内心的一个笃定哦。哇，第二张牌很漂亮诶，这张牌是这个哇，有3个仙子站在水池里面。中间这个仙子最美丽哦，穿着白裙，然后头上还戴着花环。哇，整张牌啊，就是美到我们要安静下来，好好的去看这个画面。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其实你们很美，你们很好，你们很值得被珍惜，但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呢？过去一段时间啊，你心里是不是有一个声音一直悄悄的对你自己说，我好像还不够好，还没准备好，还不到某个程度，你心里是不是有这个声音呢？这张牌它说的不只是一种外表的美丽，它说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知道自己有价值的那种状态哦。这张牌是52号牌，也就是整副牌里面的后半段的牌，也就是说它代表的能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能量，它是有故事的人才会拿到的牌，它是经历过我觉得高潮起伏或是情绪的千回百转之后的一种绽放。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没有跌过跤，没有被骗过，或是没有受过伤，没有怀疑过人生，但是呢，你们经历过这些，你还站在这里，你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美丽。这一张牌啊，代表说大家你们要被看见了，这个可能连接到的是感情上有人开始想要跟你认真的互动，或是事业上你终于真正的被看见，真正的被赏识。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这些大运来的前提是什么？是大家你要先允许自己被看见。所以很多抽到这一组牌朋友的能量是你过去其实比较容易自我怀疑，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但是宇宙想告诉你说，月光下的仙女从不低头道歉，因为自己太漂亮，因为自己太美丽。同样的，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也不需要因为彰显你的价值去好像低头觉得不好意思。那这张牌啊，森林里的仙女 Nymph 这个美丽的仙女，她们背后啊，仔细看一下，有一轮巨大的满月，然后整张牌的画面是星空闪烁的，她们的神情自信，而且非常的有魅力。那水跟月亮，它象征的是潜意识、直觉跟女性的能量，代表说我们接下来的大运啊，不是靠蛮力去抢，靠着是吸引力哦。那这个仙女啊，她们是自然界的守护神，她们代表的是原始的生命力跟永恒的美丽。所以这张牌一出现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场正在处于一个高频的状态，你们不需要去追逐机会，你只要去展现你的美丽跟专业，就像仙女在月光下跳舞一样，机会呢自然而然就会被你们吸引过来。所以呢，你们得到的是一种
内外合一的成功哦。好，这2张牌呢，就是第3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话，我们就赶快继续听下去。好，哇，我们接下来的第1张牌是假象。这张牌一出来，是不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紧张？什么东西？难道所有的好运是假的吗？其实不是哦，这张牌出现在我们好运关键牌的第1个位置，是在告诉我们一件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大运来之前呢，我们要先看清楚，有一件事情它是假的。画面中啊，这个人他拿着一张脸举在自己的脸的面前，外面的这张脸很美很精致，然后眼睛微闭，整个嘴角是有弧度的，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他真的脸，它是一个面具哦。这一组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假象要被揭穿了，它可能是某一段这种关系的连接，可能没有像你想的那么稳固，或者是说你投入很多的心力在某一个方向，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适合你的。也许呢，是你对于某个人的判断其实是一个假象，其实这个假象是对方一直特意表现给你看的，特意想要让你看到的某一面，而不是真实的那一面。也许这个假象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话语，可能你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没事，我可以，或者说这样子的状况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有什么东西是需要面对的，有什么东西其实你不开心很不满的。好，那这组的朋友啊，大家要知道，好运并不会降临到一个被假象蒙蔽的人身上，所以呢，我们要去揭穿这个假象，或是看穿这个假象，因为如果你的眼睛还被假象蒙蔽的话，你根本不清楚好运要从哪里来。所以这张牌是一个提醒哦，张开眼睛，不管那个真相是什么，让我们看清楚它，这个就是大家好运的第一步，这个也是我们能量的起点，我们需要进行觉醒跟排毒哦，看清楚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虚假，就是翻身的第一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有一种破茧而出的能量哦，我们可能会去突破一些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是在消耗你的一些这种环境啊、工作啊，或是人事物，或者是说你会去突破一些假象，去知道有些人他表面支持你，但其实他内心是很嫉妒你的，这样子的有毒的一个关系哦，或者是你去看清楚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前面连接这张牌，你可能觉得你不行，你还差得远，但其实你们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价值，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要去被移除的。所以呢，大运降临前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命运会强迫你看清很多的事情哦。你们可能会在最近这几个月突然有一种我醒过来的感觉，有些朋友你甚至会发现某一些你原本深信不疑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虚幻的泡影。但不要害怕，我们看清假象之后呢，是为了伸出双手，腾出双手去接住真实的丰盛。所以呢，如果你看穿了某个人的谎言，或者是说要放弃一些看起来很诱人，但其实背后好像不是有这么有道理或是这么真实的一个计划的话，恭喜你，你们不要觉得可惜，这个是宇宙在帮大家进行一些排毒，我们必须要先从这些情绪的杂质抽离，才能够迎接属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强运。所以这张牌也代表说你们即将要觉醒了，你们的清醒就是你们最强大的护身符。好，来看一下下面的一张牌哦。好，下面这张牌是关于时间跟纪律哦。我们看清楚假象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时间这张牌，画面上挂满了时钟跟钥匙，代表说大家你们的大运已经从混乱进入到一个秩序的状态。这张牌最核心的关键字就是纪律，代表说我们其实期待的这个大运真的已经到来了，但是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自律、纪律来稳定跟维持这个好运。因为呢，我们的好运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种长期主义或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胜利哦。比如说你们过去
一直在研究的某一个计划，一直在想的某一个概念，或是一直在每一天反复去执行的动作，重复的努力，现在啊都在转化成未来的一个复利哦。接下来的好运会发生在你的坚持上，会发生在那一些比如说准时守规矩的事情上。当你能够在这个波动的大环境中守住你的节奏，守住你对品质的坚持，你会发现所有的门都会为你开启。这个不单单只是运气好而已，这是你们用纪律所得到的。所以呢，这种透过时间跟纪律换来的丰盛，它其实是最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也是最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踏实的。好，我们看到画面中啊，有一个女生哦，她穿着墨绿色的长裙哦，握着一个拐杖，然后非常稳定的姿态，很稳的，很沉着的站在树下，她很像是在等待，又很像是在守候。这张牌在讲什么？这张牌在说啊，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你的状态会决定你可以承接多少好运。站在树下的这个女子，她很稳定，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她都没有松懈，她走过了假象之后呢，她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稳定，她没有因为过去那段日子很辛苦就放弃自己的节奏，所以呢，她会成为那个值得接得住，而且能够去看见好运的人。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人就是你们。纪律也是你对你自己的承诺，每一天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更靠近心中的目标。最后呢，时间是会给大家答案的，因为现在呢，时机已经站在你们这边了。接下来大家会进入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时期哦，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要花10倍力气才能达到的一件事哦，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大运，这波大运的开启，你会发现所有的时间点都对上了。比如说你刚好在最适合的时间点进场，在最适合的时机签约，或者说在最需要某个人的时候，那个关键人物就准时出现了。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接下来的好运也会有一种秩序感，你会感觉到生活不再混乱，本来卡住的齿轮现在也开始流畅的运转。这一种运气会让大家发现，就是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你只需要去继续维持你的节奏，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大运就很像是预约好的快递一样，一个一个送达到大家的生命中哦。哇，下一张牌是沙漠。这张牌呢，它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好，画面中有一个女子，她在荡秋千哦。哇，她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在荡秋千哦。整个画面是非常柔美的。好，她面向一片金黄色的光，她的裙摆被风吹得飘起来，然后头上也戴着花冠。她在这个沙漠里面呢，非常悠然自得的在荡秋千。好，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当我们看清楚假象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哦，可能是因为我们选择离开了一段不真实的关系，或者是说你决定不想要再配合那个其实并不适合你的环境。也有的朋友，你可能开始做一个真的忠于自己的选择，但是身边有一些人并不理解，甚至有人反对，因此这条路你只能一个人走。这种孤独感它其实很真实，但是就想要告诉大家说，在走大运之前其实会经历这样子的沙漠时期，好像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忘了，但是这段时期其实你是在沉潜，是在滋养我们，在努力的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我们自己究竟要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女子她没有哭，没有跑，没有挣扎，没有回头，她就只是很悠然自得的面向光去荡她的秋千。所以呢，我们能够看见沙漠里哪里是有光的方向，我们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就对了。这组朋友这段沙漠时期是你们的准备时期也是好运降临之前的这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你们可能会有段时间感到孤独，可能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的一个状态。可是在这样的状态过程中啊，你也会得到了很深刻的领悟。这个沙漠很像是大家的一个炼金炉，在大运来临之前，命运让大家特别的去处于一个相对安静，甚至是有一点孤独的环境中，是为了想要让你看清楚究竟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什么才是你值得去带入下一个阶段的。在这段时间呢，那一些无效的社交、虚假的朋友，还有你内心那些混乱的杂念，都会在这个时期啊被清理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排毒的过程哦。当大家能够独自在沙漠里优雅的荡着属于你的秋千的时候，就代表说，你们的内在其实已经很强大，强大到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谁或者是谁，或者说去别人的一个施舍跟恩惠。这张牌也代表说大家即将要出关了，当你走过了这片沙漠，大家会带着一个最纯粹的意志力，你的大运呢就会建立在这个起点，就是我其实一个人我也能够自己去发光发亮，你们会拥有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底气。这个孤独的时期啊，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安静，我们能够去听见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哦，我们能够在荒芜之中依然的优雅，我们的能量已经完全的蜕变，完全的不假外求。也就是说啊，这段孤独时期会让第一组的朋友把从外界带来的丰盛转化成是自己本身不可以被夺走的很坚实的一个力量。所以呢，经过这场锻炼，大家会彻底的一个升华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能量哦。哇，这张牌雨水跟丰饶，在接在沙漠之后啊，这个雨啊，它真的是命运的一个神来之笔，象征着大家的运势会迎来一个这种反转式的喷发哦。好，这一张牌啊，代表说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极度多产的时期哦。这波大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滋润。如果说沙漠期是大家在打底，那这个大运之雨，它是要来彻底改变你生活的样貌。它并不是那种一点点的小雨滴，它是能够灌溉你整片事业版图、家庭生活还有财富系统的及时雨。也就是说，你之前呢在大地灵性的能量中种下的种子，现在要开始以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速度去生长了。你会发现，本来匮乏的资源啊，现在都变得很丰沛了，钱财的流动变得频繁而且顺畅，特别是在物质的层面哦。如果你有在操作资产或是经营个人品牌哦，这张牌代表说大家要迎来一个高产出、高回报的时期，而且这场雨会洗刷掉你们过去所有的疲惫、不安跟自我怀疑，你会感觉到，你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种能量的丰沛会让你在处理一些复杂的财务或是工作问题的时候变得非常的游刃有余，不论是你的银行账户啊，或是你人际的一个滋润度啊，或是感情上的互动啊，都会在这波大运获得一个深度的滋养跟扩张。所以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干枯到丰盛，从丰盛到升华更上一层楼的强大的显化的过程哦。所以我感觉到其实整个能量在这里升起来了。我们看到哇，这一片大雨之下盛开的野花，有红的、黄的，开得密密麻麻的，雨在这里完完全全的滋养大家哦。而且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躲，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站在雨中接受这一切，不是躲在屋檐下。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啊。当风扇来临的时候，不要因为害怕，不要因为不相信，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得而躲起来，就让这个雨降临到你的身上，就让这一波好运降临到你的身上，因为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礼物。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啊，是魔法的核心哦，画面上是灯塔。好，灯塔呢站在礁石上，海浪打过来，一波一波的浪，浪很大。天空呢非常的湛蓝，太阳呢在右上角明亮跟耀眼的发光着。
同样的灯塔在这里啊，它是一个指引的讯息。那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很关键的讯号，就是你好运的核心啊，是你自己。我们不是要等谁来救我们，好，也不是要再等说谁去帮助我们翻转人生哦。这一切的一切，这魔法的核心就是你自己。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们成为了一个有力量、有方向、有光的人。灯塔的功能是什么？是引路、引导黑暗中迷失的船找到方向。也就是说，当你走过这段路之后呢，你会发现，不只是你生活变好了，你身边的人也会开始被你影响。你的稳定，你的状态，你内心散发出来的那个东西会开始吸引对的人跟对的机会。这个就是魔法核心的意思。好，魔法核心它不是外力，它代表的是你就是魔法的本身。这张牌是3号牌，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性、基础性的能量哦，也就是大家的内在其实本来就有这个魔法，我们只要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假象移除之后呢，这个内在核心的能量就会重新的显现出来哦。我们会成为命运真正的掌舵者，我们不需要向外求，因为我们本身就会发光哦。所以呢，走过这段大运的路径啊，第一组朋友你们已经把自己锻炼成这座灯塔，你们的核心力量已经觉醒哦。其实未来的路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直觉或是逻辑去引导方向，不管外面的浪潮有多大，或是环境是怎么样的波动哦，只要我们可以守住内心的这座灯塔，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所以呢，我觉得这波大运要把第一组朋友最终带领到的方向是，你们会成为一个充满权威感、清醒而且强大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请勇敢的散发你的光芒。我看见这波大运之后的你们啊，可以去引导自己，甚至能够去引导别人哦。你们的魔法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于你的一个核心蜕变之后的你自己。你们不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小船，而是可以成为那个指引方向、掌控全局的人哦。随着这种核心魔法的显化，未来大家在决策上会变得更加无往不利。比如说呢，在理财布局上，在事业合作当中你会瞬间明白哪一个方向才是值得你去投注的，或者是花费心力的，或是哪一个人才是真的值得深交的。这是一种智慧的变现，也是这波大运中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当你发现你能够守住你的内核，不再被这些旁枝末节干扰的时候，所有的财富跟好运都会自动的围绕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旋转。也就是说，你们会以一种王者般的气场，在物质的世界中赢得盆满钵满。你们会以一种很自信、绝对自信的姿态去收获所有属于你们应得的圆满。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它是告别过去的仪式，这是一张结尾的祝福牌。这张牌对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美的礼物我们看一下画面上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怀表上半部啊是明亮的黄色，下半部是一个深邃的星空的感觉那它的指针啊指向上方。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代表我们即将迎来身份地位的彻底翻转。我们要告别那个焦虑，或是需要不断算计，需要看人家脸色的这个旧版本的自己这个是一个进阶的仪式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忍耐都在这一刻结算完毕，我们不需要再带着过去的包袱前进了，因为大运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在这个门后啊，它是一个充满掌控感、物质丰盈，而且是精神自由的新世界。所以啊，我们要带着喜悦的心情去跟过去的种种你不愉快的种种告别，我们要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好，这张牌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庄重的东西在里面哦。这个告别啊，我们这边看到它是有一个仪式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放下，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我口头上说好我不在乎了，就这样吧，拜拜，就是很随便的一个告别。我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好像郑重的告别。仪式这两个字很重要，仪式代表的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代表是我亲手画了一条线，告诉自己说好，过去的这些种种结束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的亲手跟某一些东西做一个告别哦。它可能是一段感情，或者是一个你抱持了很久的期待，但是那个人或是那件事情已经给你答案了，只是你可能不愿意接受，或者还没有正式承认。也有可能我们告别的是某一个旧的版本的你自己，那个总是委屈自己，总是等待别人确认，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你。我们要告别，并不是因为过去的你不重要，过去的那段经历不重要，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重要了，甚至是你过去的一些信念，它帮助你走过某一段的路途。因为它曾经很重要，所以我们值得一个正式的仪式和它说再见。当然你可以在心里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仪式哦，找一个安静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安静的空间，告诉自己说好，谢谢你那段时间啊，我学到了什么，但是呢现在我要启程了，我要往新的方向走了。那时间的指针永远都一直在走，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来，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带着什么走进下一个新的时间段里面。好，所以这张牌呢，祝福大家可以以一个最轻盈的姿态跨越这道门槛。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修行，所以我们带着开心喜悦的心情跟旧的生活告别，去进入到我们新的闪亮亮的这个新的时间线当中哦。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显化好运，或者是在人生的决策上做出更清晰的对你有利的决定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